这是今天我们画这个雪景的一个小的草稿啊，一个小小的草图。我们按这个草图，把这个画成一个四尺整张的这个雪景。我们呃，这个雪景的方法是我们这个留白的方法啊，这是一种留白的方法，我们常用的留白方法。画雪景的时候啊，我们先要把我们的这个房屋的，我们先要安排房屋的位置。画的时候，你看雪景的时候，我们留白法是我们把雪的这种厚度留出来，先用淡墨啊，你看，我们先用淡墨去画，先用淡墨，淡墨画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画我们那种房顶的积雪，对吧？用淡墨去画，先画，你看啊，看，哎，对吧？先把这个房顶的这个积雪，我们先画出来，哎，用淡墨去画啊，嗯，哎，这样去画啊。画完以后，你看，把我们的房顶的这个简单结构我们画出来以后，上面积雪怎么表现？你看，淡墨，哎，这样去在这个原有的淡墨上面用清水，你看，用清水去晕染一下，哎，去晕染一下。然后啊，我们那个上面雪的这些垢怎么去处理？你看，用淡墨啊，淡墨，哎，稍画一下雪的结构。你看，哎，这就是你看我们画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房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要沿着这个房檐去画啊，大致的雪的这个厚度，我们画出来。你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房顶上积雪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先画出来。先安排这个房顶的积雪啊，我们再画下边结构。画出来以后，后面啊，侧面的一个结构，你看，用淡墨去画啊，用淡墨去画的时候，我们水分呢，得稍微的控制的水分稍微多一点啊，也不要太湿，也不要太干。画完这个淡墨以后，清水，你看我们前面啊，画完淡墨以后，你用清水，对不对？哎，加在这个淡墨的上面。哎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画完这个后面结构也是啊，清水，你看清水，哎，加上这个结构，上面淡墨，哎，稍微画一下我们房顶哎积雪的这个大致形状啊，你看勾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画后面的结构，哎，把这个房顶的结构我们先画出来啊，先画出来，后面你看啊，在后面
这还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建筑，是画我们北方的啊，哎，这种东北的这种雪后的景致啊，你看这个墨处理的时候啊，你看房檐这个墨处理的时候，对吧？不要太重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哎，用淡墨去画，用淡墨去画，对不对？看啊，先画一个房檐的位置，哎，先画一个这个位置啊，然后侧面结构，哎，侧面结构，然后清水，笔上稍蘸一点清水，那稍蘸清水，把淡墨稍晕一下，稍晕开一点。哎，先把这个我们房顶积雪的，哎，这种位置先画出来，先画出来。画出来上面结构啊，我们画上面雪的结构的时候，房顶积雪的结构用淡墨，你看了啊，用淡墨，就和我们画这个画瓦的那种结构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这个侧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它就线。你画的时候，左边的结构淡墨结构的时候，一定要平行，要平行，再过来，你看，你这样啊，先把上面积雪的位置画出来。还有什么？你看，还有上面，哎，淡墨，你把上面这个烟筒，对吧？我们小烟筒画出来，哎，这样画出来啊。画完以后，哎，把房顶这个结构画完以后啊，我们要用重墨去画下边这个结构。你看，我们下边这个墙的地方，你看下边要画下边结构的时候要用重墨去画，然后用笔呢稍微干一点啊，哎，稍微干一点去画。你看，哎，重墨一定要用重墨去画下边这个结构啊。画出来，先把这个下边墙，对吧？墙面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勾出来。先画上面的，你看啊，勾出来以后，用浓墨干笔，哎，你看沿着这个结构线，看啊，我们房檐上面啊，在这个淡墨的下面，我们用重墨干笔啊，不是淡墨干笔，是重墨，哎，重墨去擦这个啊，哎，这样去擦这个结构线啊，擦这个墙面，哎，这样去擦这墙面，这样去擦，因为我们要画这个雪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要用这个留白法的话，我们要用重墨去衬托，哎，我们房顶上这个白雪，所以说你这个墨用的时候要稍微重一点，你看，
稍微重点，注意我们，这是前面房顶上的积雪，染的时候，你看要流出来，要流出来，用后面这个黑去衬托前面房顶上的白雪啊，你看，这是留白的方法，对吧？一定要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去衬托前面。你看，再画前面的结构，你看我画前面是，这正面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先把正面结构勾出来，是房顶的地方，对吧？侧面结构、正面结构，先把3个结构画出来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画的完整的一个建筑。一定要画的时候，看画下边结构的时候，墨呀，一定要重一点啊，一定要重一点，和上面的结构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下面你看画侧面的结构，上面也有积雪的话，你看也有积雪，我们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样也有个淡墨，画侧面的，画个侧面结构。下边就是你看画完以后，后边的小窗户画出来，重墨也是用重墨，画出4方的小窗户，画横线、竖线，简单的，勾个小窗户，也稍微重一点你看我们墨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下边结构用的墨越重，你看衬托的上面的积雪，对不对？越白。下面你看上面画个窗户，也是小窗户下来，勾2个竖线、横线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过来，你看，勾个小窗户，然后勾完以后，沿着这个房檐的房檐的这个上面你看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向下，擦一下，你看稍擦一下，擦的时候也是用重墨去擦，用重墨去擦，下来，你看，用重墨去擦一下就整体我们让下面的墙的位置，让它稍微的按下来，对不对？衬托我们房顶的这个积雪，用这去衬托房顶的积雪。你看，就在这个弹幕的下面这样去皴擦下来，下面小窗户，加个小窗户，看这就是我们先把我们建筑上的积雪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画出来。
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你看啊，这样下来，把我们的这个墙上的结构先画出来。哎，这是我们啊，先把我们这个建筑画好以后啊，我们画近景的，安排一些近景的这个，然后这个篱笆墙。你画篱笆墙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干笔重墨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啊，干笔重墨，先画什么？先画一个横的结构啊，你看，哎，先画个横的结构。画的时候，你看要留白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和这个横的结构交叉在一起啊，要留白。留白的意思就是我们上面的积雪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样去画，哎，这样去画，哎，这就是我们上面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我们篱笆墙上面留的积雪。我们讲这个留白法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你自然的留出这个雪的白来，就是说用黑去衬托这个白雪，对不对？用你黑去衬托这个白雪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过来以后，中锋啊，你看画的时候你就用中锋去画，哎，看留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看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就是雪的地方，上面也是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很自然的形成，上面是有积雪的啊，哎，是有积雪的。过来，下边哎用干笔，对吧？用干笔去擦一下啊，哎，稍擦一下，擦一下这个意思。你看啊，把后边这个房屋的墙面哎，淡墨干笔擦一下，哎，就是我们篱笆上面的积雪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衬托前面的积雪。哎，近景的啊，你看画枯枝的时候，我们画一个枯树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我们用重墨去画，你看，重墨去画下来，画的时候怎样表现树上的积雪？你看啊，画过来，小的树枝，哎，小的树枝上面，哎，看不到这个积雪的地方，哎，我们自然留出来。你看到我们比较粗的树枝上面，哎，你看到这儿，哎，我们留一些，对吧？留一些空白，哎，就代表我们，哎，这是侧面，对吧？树干上留的积雪，哎，你看，就是这留白一下，就感觉是不是这一块儿，哎，树干上它是有积雪，哎，就是说留白法，就是说用黑的去衬托，你看，
种一个再长一点的树枝。这是近景的啊，哎，画一个小这个枯树。画的时候，你看用墨重一点啊，稍微重一点。还有我们常见的，你看到这个东北常见的是那种塔松，对吧？重墨，对吧？我们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画这个雪景那边的树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它墨色重一点，这个墨色稍微重一点。哎，这种松树啊，这种松树，先画树干，画完树干以后啊，你看，画完树干以后，由上向下，就和我们写这种大写的那个这个5、6、7、8的8字一样啊，看左右，对吧？你看，你左右去画啊，你左右左右，你这样去画，对不对？你就左右去画，左一笔右一笔，这样去画这个叶子就可以。墨呢，它也是稍微注意一下，它的墨是比较稍微重一点，由上向下有个墨的这个变化啊，墨的变化。后边再画一颗，它这个前后竖的这种对比也是留白法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常讲的，今天讲这个雪景都是留白的方法。用这个留出空白来，代表我们这个积雪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画的时候，画一棵树，画一笔竖线，对不对？画一笔竖线，画完以后，你看就我们大写的这个8字儿，你就左右，你看啊，你就左右去画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就和我们大写的这个6、7、8的8字儿，你看对吧？左右，左右这样去画，左右左右去画，就是说注意它就是说长短的变化，我们不能画成说就是说特别齐，可以有凸出来的，对吧？有凹进去的，到这时候你看积雪多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留出来，留一点白，稍微留一点白，是不是？很简单啊，我们画这个时候，你就画了一个树干以后，画完树干以后，你就左右，对吧？左右这样去画，左一笔右一笔，有长有短，就可以啊。过来，有长有短，你就注意它叶子的变化，对吧？有长有短，然后呢，它的树，对不对？你看也要有高，对不对？有高有低的变化啊，有高有低的变化。这大树，对吧？稍微高一点的树，
哎，还有低一点的树，哎，你看叶子上面的白雪，我们用后边的这个树去衬托啊，去衬托一下。哎，到这个房顶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稍微的注意一下，不要把我们留的这个白雪，对吧？给被这个墨给吃掉，哎，稍微的注意点，哎，稍微注意一点，你看，你这个后边的树，对不对？后边树你处理的墨色越重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的积雪越明显。哎，过来，哎，树尖的地方，哎，稍微有一些小的树枝。哎，过来，看啊，下边就是画什么呀？哎，画我们的这个小河，对吧？它这个是在建筑的左边，哎，处理小河。我先用淡墨，先把近景的这个小土坡，对吧？我们勾出来。淡墨啊，你看勾的时候用淡墨去勾，看都是被大雪覆盖的，对吧？我们看不到什么，看不到那种这所谓的讲的皴法，哎，看不到皴，只看到一个大致的结构，哎，对不对？就勾个大致的这个土坡的结构就可以啊。它被大雪覆盖了以后，哎，它就看不到那个山石的结构，哎，就画一个哎大致的这个外形就可以，外形就可以。后面也是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小河，哎，这就是小河。然后左边，你看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，左边画一棵小树，到冬天以后都是那种哎小树枝，对不对？它的把叶子这个落了以后，哎，剩下那种小树枝，哎，种墨勾出来。哎，画这个小桥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要来这个小河上面架桥，你看上头怎样处理这个雪中的小桥啊？也是啊，先勾小木桩，小木桩画的时候也是啊，你看稍微的墨重一点，对吧？稍微重一点，画完以后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这个桥面你看啊，我们画桥面的时候，先用一个稍微重一点的墨，哎，去画一下，哎，稍微重一点啊。然后画完这个重墨以后，我们趁它湿的时候，用淡墨挨着这个紧挨着重墨，用淡墨再去复勾一下啊，复勾一下，用复勾一下，哎，稍微你看淡墨复勾一下，到它侧面的结构的时候啊，它因为要表现积雪的话，看不见结构，我们就用哎淡墨勾一下雪的这个大概位置，哎，
这样就可以啊。到后边也是啊，后边过来大墨，哎，勾过来，远处河岸，大墨勾过来。它这个位置，你看啊，我们在这个也可以啊，安排一些小篱笆墙，哎，安排一个小篱笆墙，哎，安排个小篱笆墙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常见的，现在看不到了啊，就是在70、80年代，我们哎农村常见的这种天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天线用重墨去勾啊，我们用重墨去勾，哎，小天线上来。还有呢，你看可以在上面，哎，在这个侧面儿，哎，画一个小灯笼啊。画灯的时候，你看用淡墨去画啊，哎，用淡墨，哎，简单的画一个，哎，哎，这个水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画了这个坡岸以后，怎样表现这个上面积雪？我们沿着这个坡岸的这个结构，淡墨，你看，哎，用淡墨沿着这个结构，哎，看用淡墨画一下这个岸部的这个水岸这个哎暗影，哎水边这个暗影啊，你看用淡墨染一下侧面结构啊，你看侧面的结构稍染一下，哎近景的啊，你看我们点景的房屋画完以后，可以把这个下边房檐下边这个结构，对吧？用淡墨稍加一点，让它暗下来，哎，稍暗下来。淡墨啊，你看，要注意我们这个画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定要留出这个笔痕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痕啊，就墨的，哎，这种水痕，对吧？一定要有这个啊，要留出来，这一层一层的这个水痕，对不对？要表现出来。就是我们画这个雪景的时候，对吧？用这个生宣用的多，就是它能体现这个雪的这种哎透明感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一层一层它墨的变化，对吧？出现那种水痕，就好像我们冬天雪中那种，对不对？透明的，哎，透明的那种冰的那种感觉，只有生宣能体现出来。哎，所以说我们画雪景，哎，都是用这个生宣去体现啊。画远山的时候啊，画这个雪景的远山，结构不能太复杂，也不能太复杂，越简单越好。你看，我们大面积的雪山的时候，简单的结构，你看我们画一个简单结构，
过来。哎，这是个，你看，要在山中表现下雪以后凹进去的地方，凹进去的地方，我们就用这个大墨侧锋，哎，去画一下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大雪就山上鼓起来的地方。哎，山凹的地方呢，你用淡墨，你看寸量笔，哎，简单的寸量笔就可以。这个画我们和画我们平常的，就是说，比如春景啊、夏景啊或秋景啊，你有详细的、有比较清晰的山的结构。你画雪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，比较简练的去画出山的大致的个外形，哎，大致的外形，简单的结构就可以，对吧？尽量我们留白，哎，就是大雪掩盖的这个山，对吧？你看不见详细的结构，哎，只看到一个大体的山的形状，哎，下来，你看啊，大体的山的形状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大体上我们把山的这个外形勾出来就可以。到时候天空，对吧？天空我们要用这个颜色去染，衬托这个雪山。哎，这就是你看，我们点稍微擦的地方，对吧？这就是个山坳。你看，大面积的留白，哎，大面积的留白。你可以点缀一些，比如说觉得啊山上，你可以点缀一些小的这种树木，哎，也是用重墨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勾就可以。哎，一定不要画的太多啊，尤其是我们的结构，哎，不要画的太多。画这个雪中这个山的时候，尽量以简略为主，越简略，这个雪的这种白，对吧？越明显。哎，可以啊，近景。哎，你看画近景的这个树的时候，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去表现。你可以看，到时候可以用，哎，这个墨呢，去把这个篱笆墙下边雪的地方，哎，你去用淡墨晕染一下。我们水面的时候，你看染完以后，用淡墨，哎，去把这个是我们这个留白的，是我们你看画秋景、春景、夏景的时候，水都是留白，但是我们画雪景的时候，哎，它这个水面，哎，我们要用淡墨去渲染一下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啊，哎，白山黑水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这个水让它暗下来，你看就能把我们这个雪的位置，哎，能表现出来。
哎，用弹幕啊，用弹幕把我们这个小溪流，就小河，哎，用弹幕染一下。我们雪景的着色啊，就是简单，一个是我们赭石，对吧？赭石和花青两种颜色就可以啊。先用赭石，哎，先调点赭石。哎，赭石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要画雪景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篱笆墙，还有我们这个房屋的墙面的时候，用赭石。赭石呢，我们不用单色的赭石啊，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赭石里边加一点淡墨，这样去染这个我们这个房屋啊，上面房顶的积雪我们不用动啊。这个赭石上在哪儿啊？你看啊，上在我们这个墙面的地方。哎，上在这个地方，看，哎，上在这儿啊。把墙面我们用赭石加淡墨去染，哎，这样去染。哎，你看啊，赭石加淡墨去染，哎，去渲染，哎，这样去染，让它这个墙面是呈那种暗的这种赭石色啊，暗的这赭石色。哎，下面有白，你看啊，有白发。哎，窗户地方稍染一下，你看，整个它的这个墙面是这个颜色啊，对吧？赭石和墨调在一起的啊，这种赭石和淡墨去调，哎，稍加一点赭石，你看啊，然后篱笆墙、篱笆这个也是啊，哎，稍微上一点儿赭石色，你就按这个我们勾的这个墨线，哎，复勾一下就可以啊，哎，复勾一下就可以，你看对不对？复勾一下就可以啊。染色的时候要注意它这个，你看要染后面这个墙的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要看我们房顶的积雪，哎，把它留出来，这样去染啊，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我们这个上这个雪景的时候啊，你看上雪景的时候，这个赭石呢，我们上的稍微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我们常讲啊，这个颜色它这个黑白的对比，反衬留白，对不对？现在用的颜色也是啊，用的你把下边这个墙面我上的颜色重一点，对不对？反衬的我们房顶的积雪是不是更白更厚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下来，你看我们上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下来，
染的时候注意我们前面房顶上的积雪要流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稍微重一点，你看颜色稍微重一点。到留的这个窗户的地方，淡淡的上一点，淡淡的上一点。你看，你下边的颜色上的重，我们上面的积雪，房顶的积雪，对不对？它又相对来说反衬的比较白。下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小桥，对不对？小桥，我们把这个桥墩的地方一点赭石就可以，一点赭石就可以。下面就是我们上这个山上的这个积雪，我们用花青，你看啊，稍用一点花青，用一点花青下来，少来一点花青。对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留白和反衬法留白的方法，我们常用的啊，就是画雪景常用的留白法。我们明天讲一下这个用这个特技的方法。我们明天可以讲这个雪景的，有一种特技的方法，一个是反水，还有一种用的这种留白剂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。明天我们画雪景用一下这个留白剂。你看啊，我们画雪山的时候，画雪山的时候，我们养颜色啊，只染在我们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和我们稍微皴擦的地方啊，上一点，也是啊，大面积的还是留白，还是留白啊，上在这个地方，淡淡的上一点，上一点。用花青啊，用淡淡的花青，上一点颜色，就染在我们看皴的地方，对吧？上一点，不要上的太多，少来一点，过来，大面积的，对不对？大面积还是我们留出这个积雪，大面积还留出一些积雪，下来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对吧？用淡墨稍微皴擦的地方过来，你看，再这样过来。稍染一点啊，稍染一点就可以。稍加一点淡的花青，然后水，对吧？我们下边水也用花青，
用完淡墨以后，对吧？我们用花青，对，没有啊，上面我这个上面血的这个山上这个积血地方，我用淡花青，没有加墨啊，没有加墨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淡的花青去染的啊。下边染水的地方，你看让下边小河的地方，我们要加一些，稍加一点淡墨啊。你看，哎，我们要染水和天空的时候啊，稍加一点，淡墨，来调这种墨青色。哎，我们先染小河，你看啊，小河的地方染一下，用这个墨青色啊，哎，渲染一下。哎，流出来，你看啊，小桥的地方有积雪的地方要流出来，后面加清水，颜色变淡。哎，过来，续过来，你看到积雪的地方，哎，要注意一点。哎，看，这就是我们小河的地方，用这个墨青色，就是花青加淡墨啊，去染。哎，看这个地方，哎，然后哎，画一些，对吧？小的，留的雪中的小的脚印儿，哎，丰富一下，哎，小的脚印儿。然后我们画这个天空的时候啊，染天空，染天空的时候，你用大一点的笔去染花青啊，还是花青，花青里边稍加一点淡墨啊，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染的时候上面也是啊，你看啊，哎，上面让它颜色重一点，哎，颜色让它重一点。花青啊，花青和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去染天空，哎，去染天空啊。染的时候，哎，上面天空稍微颜色重一点，对吧？然后向下，越向下的时候，颜色让它越淡啊，这样产生一个远近的哎这种透视关系啊。哎，下来，你调好颜色以后，我们边染边加清水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边染的时候，边往里边加清水，它，对吧？很自然的产生那种颜色，上面是颜色重一点，对吧？越向下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加的清水越多，它的颜色越淡，对吧？就是很自然的形成一个浓淡的关系啊，浓淡的变化。哎，下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到下边啊，我们加清水，边染颜色边加清水，到下边它就产生一个，对吧？上浓下淡，
哎，靠近山顶的地方，哎，靠近山顶的地方，哎，稍微的小心一点啊，收拾一下。你看，流出来，这样下来。染完以后，你看染完以后，我们要吃，你可以在趁湿的时候加一下颜色，哎，稍加一下颜色，哎，让它上面你看，让它上面颜色对不对？让它重一点。我们画这个夜景的是一样的啊，哎，上面让它重一点，越向下颜色越淡，哎，让它产生一个远近的这个透视的关系啊，哎，远近的透视关系。对，近处的你看奥登区的山谷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花青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就是我们哎颜色，你看稍微补充的地方，到后期我们要调整一下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哎有地方上颜色没上到的地方，还有忽略的地方啊，哎稍加一点赭石啊，还是用的赭石加的淡墨，看上面烟囱的地方，上颜色的时候没上到，哎稍染一下，稍染一下。窗户的地方，稍微的，让它亮一点，稍微亮一点，可以加一点我们在这个赭石里边，在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，把窗户的地方让它亮一点啊，稍亮一点，稍微亮一点，稍加点藤黄，这个灯笼的地方要等它干了以后啊，稍干一下以后，我们再去上这个红色。花青，你看啊，我用一下花青，稍用点花青，调一下淡墨啊，还是这个墨青色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这个墨青色啊，花青。在这个松树的后面啊，你看松树的后面，我们用颜色，哎，用颜色稍加一点后面的树啊，稍加一点后面的树，用颜色，你看啊，就用这个墨青色，我去加一下这个后面树丛啊，我稍加一点后边的树丛啊。
用颜色去加，淡淡的加一点。你看前面我们用重墨去加的，这个画的叫熟，对不对？后面我们用颜色去衬托，前面的白雪，你看，这样去衬托啊，这样去衬托，稍加一点，用颜色也是啊，你看画完一个树干以后，左右左右，对不对？左右左右你就去这样去画叶子就可以，这样画叶子就可以，这样就把前面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墨的这个松树就能衬托出来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下面这个白雪是流出来，就是我们的留白，然后互相去衬托，对吧？留白衬托法，下面染一下，然后染一下，可以呢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处理成什么炊烟啊，哎，流出来，用这个花青，看啊，用这个墨青色啊，我们用花青调的淡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可以染一些炊烟出来啊，哎，对吧？稍染一点炊烟出来，让它续上来，哎，这个树干的地方啊，你看树干的地方，用这个墨青色，把染的时候啊，不要染正面这个啊，不要染这个右面不要去染，染在左边这个树干上面复勾一下啊，稍微复勾一下，用这个淡的花青墨青色啊，去复勾一下，你看，这样复勾一下啊。树干，看我们这个枯树枝的地方，用这墨青色，复勾一下，灯笼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灯笼的地方就用这个竹标，就用竹标吧，我就用竹标点在这个灯笼的地方，下来，稍加点朱砂，竹标不是很红，我们稍加一点朱砂啊，稍加一点。我们可以啊，你看，快到这个春节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画一些，对吧？春联，哎，调节一下画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这样用红色，调节一下画面，